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今天要來徹底擊碎一個關於人類大腦最大的迷思。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以為我們的記憶就像是一台完美的數位錄影機，只要發生過的事情，大腦就會把這個畫面原封不動的存檔下來，等到需要的時候再按播放。對吧？但其實，根據哈佛大學最新的神經科學與心理學研究顯示，我們的記憶根本不是這麼運作的。今天我們將運用最嚴謹的研究數據，為各位揭開人類記憶背後的殘酷真相，並且告訴你如何反向利用這些大腦機制的漏洞。為了徹底把這件事情講得透徹，我們今天的拆解分析會分為5個核心階段。第一，我們會先破解長久以來的記憶迷思。第二，深入探討大腦到底是如何動態重建記憶的。第三，解析所謂的閃光燈記憶錯覺。第四，我們要嚴肅面對這些機制所造成的致命記憶錯誤。最後，身為實戰派，我會給你一套具有科學根據的實用記憶升級方案。重點來了哦，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記憶迷思，讓我們一起來打破大腦是完美錄影機的這個虛假預設。多數人一直以為大腦是一個毫無瑕疵的雲端資料庫，只要你曾經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大腦就會非常客觀且忠實地記錄下來。其實這個觀念大錯特錯。哈佛大學著名的心理學教授丹·夏克特明確指出，記憶是一個高度建構的過程。這句話背後隱藏了極深的邏輯。他的意思是，記憶從來就不是我們在大腦裡點開一個影片檔案，然後悠哉地按下播放鍵那麼簡單。相反地，每一次我們回憶起一件事情，大腦其實都在進行一場極度耗能的動態拼圖遊戲。大腦會把你過去的經驗碎片、你當下的情緒狀態，甚至是你對這個世界的普遍常識，全部糅合在一起，然後在0點幾秒內重新拼湊出一個屬於現在這個當下的版本。為了讓大家更具體地理解這個神經科學概念，我們可以把大腦的記憶編碼方式跟電腦檔案的壓縮技術做個深度對比。你的大腦絕對不是在儲存那種高畫質無損的 RAW 檔影片，它其實更像是在儲存畫質被大幅度壓縮過後的低解析度 JPG 圖片。你可能會問，為什麼大腦要這樣設計？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大腦的運算頻寬與能量是非常有限的。為了節省資源，大腦會傾向用我們既有的大方向認知與常識，去覆蓋掉那些微小且具體的細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往往只能記住一件事情的粗略輪廓，卻幾乎無法精準還原當時的每一句對話。理解了記憶不是錄影機之後，我們要進入第2個層次，大腦到底是如何重建記憶的？讓我們正式切換到神經科學的底層視角。這裡牽涉到非常精密且動態的神經科學機制。我們的每一次體驗，本質上都只是大腦神經元的一組特定活動模式。在臨床神經科學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虛構症。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看作是大腦運算矩陣裡的一個系統性錯誤。當人類隨着年紀增長，或者大腦額葉、海馬回這些關鍵的記憶處理區域受到輕微損傷或退化時，大腦就會開始自動捏造記憶。這絕對不是說這個人在刻意說謊，而是他的大腦會從真實的經歷中提取部分真實元素，卻把發生的時間和空間背景完全搞錯。接着，大腦會極度自信地把這些錯誤的碎片縫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當事人自己深信不疑的虛假現實。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必須徹底搞懂大腦的資料壓縮機制，這是後續所有應用技巧的地基。在我們的大腦深處，海馬回是負責編碼和提取資訊的核心樞紐。當我們經歷一件事情時，這些體驗在微觀層面上其實就是大腦裡一組特定神經元活動的動態電氣信號。當你試圖回憶時，大腦就試圖重新播放這組神經活動信號。但因為它是一種高度動態的數據壓縮，大腦只會儲存最關鍵的特徵，而不是全盤保留所有的感官數據。你每一次的反覆回想與演練，其實就是在強化並加固這組特定神經模式的實體連結。那麼你可能馬上會有一個疑問，既然所有的記憶都被大幅度壓縮過，為什麼有些記憶就是比其他記憶還要深刻、還要強烈呢？答案就在於獨特性以及深刻的情感重量。舉個非常經典的例子，
很多人都有過這種體驗，當你聞到某種特定的氣味，比如一道老舊食譜燉出來的湯，你會瞬間被拉回童年時期的某個時空。哈佛的學者解釋，這其實與大腦神經回路的地理位置有絕對的關係。處理氣味的嗅覺區域與處理情緒和記憶的邊緣系統，在大腦結構上非常靠近。這種演化上的地理巧合，讓氣味成為一種超級強烈的信號，能夠在瞬間精準喚醒大腦裡那些被深藏的神經路徑。順着這個邏輯，我們來到了第3部分——閃光燈記憶錯覺。這是一種讓人感到無比自信卻極度扭曲的心理現象。我們一定都有過這種強烈的體驗：當某個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發生時，你覺得自己仿佛被凍結在那個瞬間。你堅信自己清楚記得當時在哪裡，旁邊站着誰，自己手裡正拿着什麼。但是，心理學家烏爾利克·奈瑟在1980年代進行了一項非常著名的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事件研究。這項研究徹底摧毀了人類對自身記憶的自信。事件發生的隔天，研究團隊立刻記錄了學生們當下在做什麼的詳細記憶。令人震驚的是，1年之後，當研究人員再次詢問同一批學生時，儘管這群學生對自己的記憶抱持着100%堅定義無的自信，但他們的描述卻跟第一天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內容完全不一樣。這個研究證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越是強烈、越是充滿自信的記憶，往往只是因為它被大腦重新建構與編輯過太多次，反而與最初的客觀事實產生了巨大的落差。這種大腦自動腦補與重建的機制，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有趣發現，它在現實社會中同樣帶來了極度危險的副作用。這就是我們第4部分要嚴肅探討的致命的記憶錯誤，以及它在司法系統中造成的毀滅性影響。這裡有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真實數據。根據一份基於 DNA 證據而最終獲得平反的冤獄案件報告顯示，高達70%的錯誤定罪，最初的定罪原因竟然都是來自於目擊者在法庭上充滿自信的錯誤指認。你可以想象嗎？這70%的無辜者，僅僅是因為另一個人腦海中那個極度自信卻完全虛假的記憶碎片，就失去了寶貴的自由，甚至入獄服刑多年。這就是大腦機制漏洞所帶來的真實代價。造成這種悲劇的最大錯誤機制之一，我們在學術上稱之為來源錯誤歸因。這是指你確實非常正確地回憶起了事件中的某些真實元素，但你卻把這些元素的來源徹底搞混了。歷史上一個最令人心碎的案例發生在1995年的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當時全美國的執法單位都在瘋狂追捕所謂的2號無名氏嫌犯。為什麼呢？因為有一位目擊者非常自信地向警方表示，他清楚看到主嫌在租借作案用貨車時，身邊跟着另一個人。但事後的嚴密調查發現，目擊者口中的那個男人其實只是一個完全無辜的士兵。這個士兵確實在租車行出現過，但他是在案發的隔天才去的。這位目擊者的大腦展現了極致的建構彈性，無意識地把2個完全不同時間點的真實記憶無縫融合在一起，憑空創造出一個從未存在過的共犯。我們繼續聊下去哦。專家將這些大腦的記憶扭曲現象精準地總結為3大原罪。第一，就是我們剛剛深入探討的錯誤歸因，也就是大腦搞混了真實資訊的來源。第二是偏見，這點非常值得注意，因為你當下的情緒狀態會直接改變你提取的記憶內容。研究數據明確顯示，即使只是在受測者眼前閃現短短17毫秒的負面詞彙，憂鬱症患者的大腦也會立刻受到情緒偏見的強烈影響，導致他們在事後更容易記住那些負面的資訊。第三則是暗示性，這意味着外部的引導性提問可以輕而易舉地植入，甚至是篡改一個人對過去客觀事實的認知。既然我們已經看透了大腦的底層邏輯，我們正式進入最後一個環節，第5部分：實用記憶升級方案。身為一個具備分析能力的人，我們真正的目的是如何化這些神經學的漏洞為我們的實戰優勢。既然大腦的硬體設計天生就存在這些自動過濾與重組的特性，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記憶力的生命週期。
根據長期的心理學數據分析，人類身上存在着一個叫做懷舊隆起的現象。數據表明，人類對於生命中最初10年的記憶通常非常稀薄，但從15歲到25歲這段期間，我們的記憶留存率會急劇飆升，達到我們一生的最高峰。而隨後的幾十年則會慢慢回落到中等的穩定水平。這告訴我們，青春期到成年早期的自我認同與強烈經驗，會在大腦中建立最穩固的基礎神經網絡。這也是為什麼這段時期的學習效率與習慣養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了解了週期的優勢後，在日常的高壓工作或學習中，我們該怎麼主動提升記憶的留存率呢？哈佛大學的臨床神經心理學家瑪格麗瑞德·奧康納博士為我們總結了一個非常直接且實用的臨床策略：越怪異越好，獨特性才是真正的關鍵。我們剛剛說過，大腦為了節省頻寬，天生就會自動過濾掉那些平淡無奇的日常瑣事。因此，如果你想把某個關鍵資訊死死地刻在腦海裡，你不能指望大腦自動幫你存檔，你必須主動出擊，賦予這個資訊一種極度奇怪的、獨特的，甚至有點荒謬的特徵，強迫大腦的神經元將其視為重要警報。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為了讓大家馬上就能引用，我們建立了一套3步實踐升級指南。步驟1就是剛才強調的制造怪異感，你必須確保輸入的資訊具備極高的獨特性與情緒張力。步驟2叫做資訊組塊化，既然我們大腦的短期記憶頻寬非常窄，你就必須把大量零散的資料像打包行李一樣，歸納成幾個有清晰邏輯的大區塊來消化，降低大腦的運算負擔。步驟3則是極度關鍵的間隔重複，與其在一天之內痛苦的死記硬背，不如將同樣的資訊分散在1個禮拜內分次提取。每一次的間隔複習都會在大腦中重新啟動並加深那組特定的神經模式，這樣你才能建立起真正強韌且清晰的長期記憶網絡。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記憶不是錄影機，而是大腦隨時動態重組的建構過程。第二，極度自信的記憶往往伴隨致命的失真，大腦會無縫縫合錯誤資訊。第三，我們可以利用大腦的漏洞，透過製造獨特怪異感與間隔重複，在資訊洪流中建立強韌的記憶穩定性。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